奇闻不知何处寻，密探方知在此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的形象，在中国神话故事中也时常出现。几乎没有人真的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过所谓的活佛菩萨。虽然如今也有很多的寺庙中供奉菩萨的塑像，但是对于信佛的人，在他们心中其实是相信真有菩萨跟佛这一回事的。因为现实生活中也曾经发生过不少观音显灵救人真实事件，这些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观世音菩萨或许真实存在。1959年8月7号，台湾中南部发生了严重的水患，水灾造成伤亡严重，而也就是在这场水灾中，有人拍到了观世音菩萨显灵的一幕。当时直升飞机在台湾大肚溪上空观察灾情的时候，发现一片特别的彩色云彩，而直升机抓拍下了这一神奇的一幕。当后来照片冲印出来的时候，人们惊奇地在照片中发现了观音菩萨显灵帮助世人渡劫的场景。根据大师介绍说，那是1997年的农历9月29号，当天准备给观音开光，在这之前的几天一直刮风下雨，天气十分不好。如果恶劣的天气持续下去的话，法会的客人能不能如期到来都是一个问题。当所有人都一筹莫展，想不到天空中的乌云竟然散去，天空晴朗了起来。当天凌晨，大师还特意起床观看天空，发现天上有星星，他也就松了一口气，想来天明之后应该是一个好天气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法会开始之前，天空乌云袭来，一场大雨看来是不可避免了。大师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0件雨衣，雨衣准备好了，天空中的乌云还在，丝毫没有散去的意思。本来计划法会8点开始，但为了躲避这场即将到来的大雨，故而推迟了15分钟。8点15分之后，大师宣布法会开始的语音刚落，天空就像一双大手将乌云拨开来，一束阳光照射下来，看到此景象的人们纷纷跪地虔诚的膜拜。大师抬头看向天空，隐约中好像看到观世音菩萨的身影正在俯视着法会上的人。不过对于当时的景象，有人提出质疑，如果说这种天象不是出现在当天，不是出现在普陀山，不是出现在法会，又或者法会时间没有推迟的话，那人们对此景象还会赋予奇异色彩吗？在很早之前就发生过一件佛祖显灵事件，后来这件事被列入中国真实发生的佛像灵异事件中。据说这件事发生在2002年的某一天，这一天刚好是崇文塔的塔会节，很多人慕名前往烧香拜佛，祈求平安。这时有个顽皮的8岁小女孩从崇文塔12层的防护栏钻出，不小心从塔上跌落下来。当时下边有超过1000人在下边逛塔会。就在小孩跌落的同时，崇文塔第2层西南方向的一个佛像伸手接住了小女孩。当时下面的人都吓坏了，只见小孩一个劲儿的在这个佛像怀里哭闹。家里人把小孩接下来后，却发现小孩安然无恙，连一点皮肤都没有碰坏。当时下边少说有100人说看见佛像伸手接住了孩子。这件真实发生的佛像灵异事件让当时的人们感到恐惧。但是那座佛像是石头做的，当时大家都很纳闷。此后许多老人还给那尊佛像烧香，以后每逢塔会，孩子的全家人都带着小女孩给那尊佛像烧香披红，感谢这尊佛像。自从有了这件真实发生的佛像灵异事件后，当时在场所有人都不敢不信佛的，就连嘴上的不敬都不敢。前几天在佛教在线网络聊天，遇到恭恭敬敬网友，据他说其经历过观音显灵事件。有一次我借用别人的自行车，那车是没有闸的，但事先我并不知道。回家的路上有一段很陡的下坡路，当时自行车速度非常快，前面刚好有一辆大客车拐弯，把我下去的路给堵住了。而在路的另一边则有很多车向反向飞奔。在距离大客车不到10米的时候，我很自然地捏了一下车闸，想把车停下来，却没有任何作用。我这才知道车的刹车闸早坏了。这时离前面的车已经不到2米远，我的车还在飞速地向它冲去，看来这次死定了。危急关头，我本能地喊出了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。
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了，观音显灵了。在离大客车不到1米距离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一股强风把我顶住了，我顺利地把车停了下来，捡回了一条命。真奇怪，哪儿来的风呢？当时正是无风的季节，就算有大风也会被那辆2米多的大客车给挡住了。但这风很明显就是从车与我这段空间升起的，如果不是观音菩萨慈悲救度，我真的想不到更合理的解释了。窥基是唐朝一代法师玄奘的高足弟子，窥基之于玄奘，犹如子夏之于孔子。孔子学说，须有子夏被河西传经，方可阐扬弘誓，广备于世。而玄奘之学，窥基不仅有克少基求利，且具后修转密的功绩。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后，天天在长安慈恩寺里埋头艺术，发誓要把蕴含着大智深智慧的佛法传遍中土。然而有一件事情始终让他牵挂，僧侣的荆棘相对切叠，而人的肉身终归毁坏，唯有薪火相传，找到聪慧的后生，才能使弘扬佛法的事业不致一旦而废。可是庙堂之上拥挤居多，难以为任，所以他时常漫步长安街头，慧眼炯炯。一天，他在闹市之间看见一位魁梧少年，眉清目秀，安详而行。蓦然间若觉似曾相见，前缘有时。又回想起在印度计划回城时，曾在泥涧子占得一卦，说他东归必得哲嗣，便连忙打听这少年家世，原来是当朝开国公尉迟宗的公子。玄奘感叹道：如此灵慧的孩子出生在将门，不可思议，也是有缘，我的衣钵可以传下去了，即刻前往国公府拜访。尉迟宗想知法师来意，虽然不忍骨肉分离，但想到一代高僧如此器重，也颇为得意。那时代佛教不仅是清妙净僧的空寂之事，还是一种普遍的信仰，鲜活的事业。所以虽贵为国公，一见大法师中气儿子，怎么会不高兴呢？便答应了玄奘的要求，还说小儿是有些不同，他母亲见月轮入腹就怀上了他，从小就不爱耍枪弄棒，一读书就精神抖擞了，只怕这孩子脾性倔强，难以教化。玄奘双手合十道：窥基资质聪颖，忠诚大气，非年老生不出来，非小僧莫能赏识。说罢拉起徒弟飘然而去。这年窥基年方17，窥基由贵族公子削发为尼，在当时非常轰动，长安一带的人都称他为三车和尚。相传他开始死活不肯出家，除非玄奘答应他3件事，即不戒女色，不戒荤腥，不戒美食。不料玄奘欣然答应，用3辆马车满载歌姬美食，这些窥基享受惯了的东西，带着窥基回寺。据说玄奘想把窥基领进佛门，然后再灌注佛家智慧，使之渐渐破除欲障。后来窥基被弟子们问及此事，淡淡一笑说：我9岁时就失去母亲，逐渐远离世俗。再说慈恩寺里恐怕也无处安放这3车东西吧。于是弟子敛心，决定摒弃道听途说的虚妄。窥基果然不负玄奘的期望，博闻强记，思辨锐利，人人叹服。过了几年，他奉诏跟从玄奘翻译佛典，玄奘一边译，窥基一边记，师徒俩相互西南解疑，在清静的佛堂里度过了许多虔诚的日子。一天清晨，长安城中另一座名刹西明寺的大钟轰鸣，策法师要升座说法，钟声也惊动了师徒俩。听说策法师要讲唯识论，不禁相视而笑，因为他们刚疏通这本珍贵的经典。待他们赶到西明寺道场，却发现策法师在莲花座上娓娓而谈，示意圆融，听众无不交口赞称。窥基十分羞愧，沾沾自喜之心顿时灰飞烟灭，竟有人无师自通，其悟境实在高我一头。当然他并不知道策法师曾经向慈恩寺异常的看门人行贿，每天溜进去，躲在角落里听他们师徒的讨论。玄奘安慰他说，策法师还未懂阴明之学，没到至境，于是传授陈那的学说，窥基因此精通阴明，辩理纵横。然而窥基还是若有所失。玄奘知道他正在成名圆觉的门栏外徘徊，便说云游去吧，欲以云游破窥基正道之感。
这正是玄奘法师的高明处。就实质说，佛教不是一种学历，而是一种正验。不论大乘小乘讲的修悟经书案卷，不过渡水周阀，补吐全体而已。为师之理也不是小乘家的自了之学，他追取的既是化生成名圆觉，必有两方面的感悟，方可真知。且看窥基之游如何。登台行过五台，窥基一日来到西河，在一座古庙里投宿。夜里梦见自己恍惚在半山里，四处阴暗，隐隐约约听见山崖下有无数人痛苦的呼喊，凄楚摧心。窥基不忍心听见这种悲惨的声音，就急忙往上攀登。来到山顶，发现山峰竟有像琉璃一般的晶莹光洁，放眼望去，众多国度犹似微尘，历历可见。突然有一个声音从头顶上飘下来：“停步！窥基不该到这里来。”窥基一抬头，望见一座光华炫目的城市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位仙童走出城来问：“你看见山下那些备受世俗之苦煎熬的生灵了吗？”窥基照实回答，虽然听见喊声凄厉，却看不见确切的形状。仙童便掷下一柄剑说：“剖开你的肚子就可以看见了。”剖开肚子，性命焉存？玄奘师傅的衣钵还赖我一传呢。执着幻象，居然还要传法。三车和尚的说法倒也有些道理呢。窥基又恼又惊，一下子把剑插入腹中。这时只见两道白光犹如长虹一般从腹中涌出，照映山下。窥基于是看见了无数人沉沦在深渊里，饱受酷刑，在绝望地挣扎着。这时仙童又扔下2轴纸和1管笔，转身进城。窥基接住，仰头一看，城市也无影无踪了。天亮醒来，窥基惊魂未定。到了夜里，寺里发出万丈光芒，经久不散。窥基寻光而去，发现是2轴书在发光。展开一看，竟然是《弥勒上生经》。回想前一夜的梦境，窥基恍然彻悟，原来是佛祖感化我，让我疏通佛理，以大慈悲之心去救济苦难众生啊！想当初发愿把佛理融会一贯，担心掺杂易经会失去佛法的精华，只得到佛法的皮相，正好比夜里梦见庄严法相，早晨起来却去寻找字马，我何等糊涂！注经是为济世，不为逞才，而我却是去找白马呀！窥基这么一悟，从此在佛法上勇猛精进。回到慈恩寺后，更加勤奋著述，疏通大小乘教典籍上百种，人称百本书注。永淳元年的一天，窥基像往常一样夫家入定。他的朋友宣律师知道他在审谕佛教天王的使者，但这次时间很长，宣律师感到奇怪。窥基说：“刚才大乘菩萨来了，侍从极多，我的神通被压制了。过了不久，窥基就逝世了。他的坟茔紧靠着玄奘的古塔，弟子们悲痛不已，都怀念这位心地仁慈、诲人不倦的大师。”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咱们不见不散。